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又心疼又感动。我们常说爱情可以跨越国界，但要跨越海峡两岸真的不容易啊。这不，就有一位大陆姑娘为了救她瘫痪的哥哥，居然假结婚来台湾，结果意想不到的爱上了台湾丈夫。这该怎么办呢？且听丽姐慢慢道来。小茉莉，江苏南京人，今年28岁，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，工作稳定，收入也不错。原本生活平淡如水，直到去年夏天，一场车祸让她的生活彻底改变。丽姐，我真的好绝望。小茉莉坐在我面前，眼睛红肿，哥哥车祸后下半身瘫痪，需要做一个特殊的手术。但是大陆这边说成功率只有30%，我们查了很多资料，发现台湾长庚医院有一个特殊技术，成功率能达到70%以上。可是没有台湾身份，根本排不上号啊！我当时就被小茉莉的孝心打动了。她和哥哥从小相依为命，父母早逝，哥哥比她大10岁，拉扯她长大，就像父亲一样。现在哥哥出事了，她怎能不全力以赴？我朋友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说可以找个台湾人假结婚，这样我就能带哥哥过去看病了。丽姐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老实说，当时我听了都吓一跳。假结婚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万一被发现，那可是违法的啊。但看着小茉莉那双充满希望的眼睛，我也不忍心直接泼冷水。你有台湾的熟人吗？我问。没有，我朋友说他认识一个台湾人，35岁，单身，因为缺钱，愿意帮忙。我当时就皱起了眉头。茉莉啊，这种事情风险太大了，要慎重啊。但小茉莉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丽姐，为了哥哥，我什么都愿意尝试。就算只有一线希望，我也要抓住。就这样，小茉莉通过朋友认识了台湾的阿阳。阿阳是台北人，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，收入不低，但因为投资失败欠了一大笔债务，正急需一笔钱周转，两人一拍即合，约定好了条件，小茉莉支付30万人民币，阿阳帮她办理结婚手续，等哥哥康复后再离婚。茉莉啊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你连见都没见过这个人啊。我真的很担心他。丽姐，我已经通过视频和他聊过几次了，感觉人挺靠谱的。再说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啊。就这样，小茉莉和阿阳在网上办理了结婚手续，然后他就带着所有积蓄和哥哥的病历资料，飞到了台湾。当小茉莉第一次见到阿阳的时候，她发现这个人比视频上看起来还要高还要帅，干净利落的短发，戴着黑框眼镜，气质文雅又不失阳刚。你好，茉莉，终于见面了。阿阳的普通话带着一点台湾腔，听起来格外亲切。谢谢你愿意帮我。小茉莉有点局促，阿阳带小茉莉去了他位于台北信义区的公寓。虽然不大，但是干净整洁，窗外就能看到台北101大楼。这是你的房间，我睡隔壁。阿阳指了指客房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。小茉莉点点头，心里有点惊讶。她原本以为台湾的房子会很小很挤，没想到阿阳的公寓虽然不大，但设计得很合理，而且家电一应俱全，比他在南京的租房条件好多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阿阳就开车带小茉莉去长庚医院咨询哥哥的治疗方案。小茉莉本以为要先办理一堆手续，没想到阿阳已经提前帮他预约好了专家门诊。我昨晚研究了你哥哥的病历，长庚医院确实有这方面的专家团队，我已经联系好了。阿阳平静地说。啊，你还懂医学？小茉莉惊讶地问。不是，我只是上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。在台湾，医疗信息很透明，患者可以直接查到哪家医院，哪位医生最擅长治疗某种疾病。到了医院，小茉莉才真正见识到了台湾医疗的效率。医生详细地查看了哥哥的病历，然后给出了明确的治疗计划。茉莉小姐，根据您哥哥的情况，我们可以进行神经重建手术，成功率在70%左右。不过手术费用加上后期康复费用，大约需要120万新台币，医生说。小茉莉心里一惊，快速换算了一下，大约是27万人民币，几乎是她所有的积蓄了。另外，医生继续说，如果你们是台湾健保身份，可以报销大部分费用，可能只需要自付30万新台币左右。阿阳看出了小茉莉的担忧，轻声说，别担心，我们先把哥哥接过来，
然后再想办法解决费用问题。回去的路上，阿阳带小茉莉去了一家台湾本地的小吃店，点了卤肉饭、蚵仔煎、珍珠奶茶等台湾特色美食。谢谢你，阿阳，你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，小茉莉真诚地说。阿阳笑了笑，我们现在是夫妻，帮你就是帮我自己。再说了，我收了钱，当然要做好分内的事。小茉莉低下头，心里有些复杂。是啊，这只是一场交易而已，不要想太多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茉莉忙着为哥哥办理来台手续。阿阳不但没有抱怨，反而全力协助，甚至主动提出可以腾出主卧给哥哥住，自己去睡沙发。不用了，你已经帮了我很多，不能再麻烦你了，小茉莉说。别客气，你哥哥需要好好休息，主卧有独立卫浴，对他的照顾会方便些。再说了，我平时工作忙，经常加班，睡沙发也无所谓。这句话让小茉莉更加内疚了。她开始注意到，阿阳虽然表面风轻云淡，但眼睛下的黑眼圈出卖了他的疲惫。每天早出晚归，有时候凌晨才回来，桌上的咖啡杯永远是满的。你的债务很严重吗？有一天晚上，小茉莉终于忍不住问道。阿阳愣了一下，然后苦笑，被你发现了啊。是的，我投资失败，欠了银行不少钱，现在正努力还债。那我给你的钱已经还了一部分了，剩下的我会慢慢还。别担心，不会影响你哥哥的治疗的。看着阿阳疲惫却坚定的眼神，小茉莉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觉。这个素不相识的台湾男人，为了钱答应了这场假婚姻，却真心实意的在帮他。这样的人在大陆恐怕很难遇到吧。1个月后，小茉莉的哥哥终于办好了所有手续，来到了台湾。阿阳亲自开车去机场接机，看到被推着轮椅出来的小莫阳，阿阳热情地打招呼：莫阳哥，辛苦了，路上还顺利吗？小莫阳警惕地看了阿阳一眼，勉强点了点头。回家的路上，气氛有些尴尬。小茉莉知道哥哥对这场假婚姻一直持反对态度，只是因为自己的坚持才勉强同意的。到了家，阿阳像对待贵宾一样照顾小莫阳，帮他安顿好一切，还特意买了电动护理床，方便他休息和起居。阿阳，这也太贵了吧？小茉莉看到床的价格，心疼地说。不会，这是二手的，我朋友介绍的，价格公道，而且莫阳哥需要好好休息，床很重要。阿阳说的轻描淡写，但小茉莉知道这张二手床明显是全新的，而且价格不菲。阿阳又在帮他省钱。当天晚上，小莫阳单独和小茉莉谈话。妹妹，这个台湾人看起来不像坏人，但我们还是要小心啊，毕竟是陌生人，而且是有目的的。哥，我知道分寸，但阿阳确实帮了我们很多，我们也该给他一些信任。小茉莉轻声说，哼，还不是看在钱的份上。小莫阳不以为然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这里的医疗条件确实比大陆好很多，至少对我这种情况来说。你知道吗？我在网上查了，台湾的健保制度覆盖率达到 99.9%， 几乎人人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。是啊，阿阳说台湾虽然经济总量不如大陆，但人均医疗资源却很丰富，特别是一些专科治疗技术很先进。小茉莉点头。哼，看来你和他交流不少嘛。小莫阳意味深长地看了妹妹一眼。小茉莉脸一红，别乱说，我们就是普通。她突然卡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自己和阿阳的关系。名义上是夫妻，实际上是交易，但现在又有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。第二天，阿阳请了假，开车带兄妹俩去长庚医院见主治医生，并正式预约了手术时间。莫阳先生，根据您的情况，我们建议先进行神经重建手术，然后是为期6个月的康复治疗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您有很大希望恢复部分行走能力。医生详细解释了手术方案和风险。小莫阳听完，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，真的可以恢复行走吗？在大陆，医生说我这辈子可能都要坐轮椅了。当然，我不能保证100%，但我们的技术在这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。而且台湾的康复理疗体系非常完善，后期康复同样重要。阿阳补充道，我已经联系了一个康复中心，离家很近，专门针对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训练，设备很先进。小茉莉惊讶地看着阿阳，他什么时候去联系的？
这些天他晚上加班回来那么晚，原来不只是在工作，还在为哥哥的治疗奔波。从医院出来，阿阳特意带兄妹俩去了台北故宫博物院。莫阳哥来台湾，总要看看台湾的文化地标吧。小莫阳本不想去，但架不住阿阳的热情，勉强同意了。没想到他在博物院看得津津有味，特别是那些来自大陆的文物，看得他感慨万千。没想到这些国宝流落在台湾啊，小莫阳感叹。阿阳却笑着说，莫阳哥，这不是流落，而是保存。如果不是当年带到台湾，这些文物可能在战乱中就毁掉了。两岸同属中华文化，这些国宝是两岸共同的文化瑰宝。小莫阳一愣，然后点点头，你说的对，我们确实是同文同种。参观过程中，阿阳的讲解非常专业，让兄妹俩大开眼界。你对中国文化这么了解？小茉莉惊讶地问。我大学主修历史，对中华文化很有兴趣。两岸虽然分隔多年，但文化上从来没有断裂过。阿阳笑着说。晚上回家，小莫阳竟然主动和阿阳聊起了天，气氛融洽了不少。阿阳，我之前对台湾有很多误解，比如我以为台湾经济不行，民生困苦，没想到你们的生活水平这么高。小莫阳坦言，阿阳笑了，其实很多大陆朋友都有这种误解。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经济发展很均衡，福利制度也比较完善。当然也有我们的困难，比如房价高、薪资成长慢等问题。那你为什么会欠那么多债呢？小莫阳直接问道。阿阳有些尴尬，是我自己投资失误。几年前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科技公司，结果没做起来，欠了一屁股债。小茉莉在旁边听着，心里暗暗心疼阿阳。手术当天，阿阳请了一整天假，陪小茉莉在手术室外等候。你不用这样的，我自己在这等就行了，小茉莉说。怎么行？这么重要的手术，我当然要陪你一起等。再说了，我们是夫妻，这是应该的。阿阳强调夫妻二字时，眼神有些闪烁。手术持续了5个小时，医生终于出来，告诉他们手术很成功，但后期康复才是关键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小茉莉激动地哭了出来，下意识地扑进了阿阳的怀里。阿阳愣了一下，然后轻轻拍着她的背，别哭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那一刻，小茉莉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温暖。手术后，小莫阳需要在医院住1周，然后才能回家继续康复。阿阳每天下班都会来医院，带来不同的台湾小吃，有时候还带一些书籍和杂志给小莫阳解闷。阿阳，真的很谢谢你。一天晚上，小莫阳突然认真地说，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只是一场交易，但你做的比交易要求的多得多。阿阳笑了笑，莫阳哥，说实话，一开始确实是为了钱，但相处下来，我觉得你们兄妹感情这么好，我很羡慕。我是独生子，从小就希望有个兄弟姐妹。而且他看了一眼正在整理水果的小茉莉，欲言又止。小莫阳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了然一笑。我妹妹是个好姑娘，只是太死心眼，为了我什么都肯做。是啊，她是我见过最勇敢、最有担当的女孩。阿阳的语气中满是赞叹。小茉莉背对着他们，脸红得像苹果一样，心跳加速。这是阿阳第一次这样评价她。小莫阳回家后，康复训练正式开始。每天早上，阿阳上班前会帮忙做一些基础护理，晚上回来还要陪小莫阳做康复训练。小茉莉看在眼里，感动在心里。阿阳，你太累了，这些事我自己来就好。小茉莉心疼地说，没事，我习惯了。而且现在莫阳哥的情况越来越好，我也很高兴。阿阳笑着说，眼角的皱纹透露着疲惫。有一天晚上，小茉莉在厨房准备晚餐，突然听到咣当一声，冲出去看，原来是阿阳太累了，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手机掉在了地上。小茉莉轻手轻脚地捡起手机，看到屏幕上是一个还没关闭的页面，如何申请个人破产。她心一紧，难道阿阳的经济状况比他说的还要糟糕？小茉莉犹豫了一下，打开了阿阳的钱包，发现里面只有几百元新台币，还有几张信用卡账单，数额惊人。而更让她震惊的是，在钱包夹层里有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药名和价格，标注着莫阳哥的药。原来小莫阳用的很多进口药并不在健保范围内，全部是自费的。
而这些药阿阳一直悄悄地买单，从不让兄妹俩知道。小茉莉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她轻轻地给阿阳盖上毯子，看着他疲惫的睡颜，心里又酸又暖。第二天一早，阿阳接到一个电话，脸色突变。小茉莉担心地问：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阿阳犹豫了一下：“没什么，公司有点急事，我得去处理一下。”但小茉莉知道不对劲，悄悄跟了出去。她看到阿阳走进一家银行，出来时脸色更加难看。晚上阿阳回来得很晚，小茉莉等他到深夜。阿阳看到他还没睡，有些意外，怎么还没休息？阿阳，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说。小茉莉直视着他的眼睛。阿阳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坦白：我被银行催债了，如果3天内还不上，他们就要收走我的房子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小茉莉紧张地问：别担心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最坏的情况，我们可以搬到我父母家去住一段时间。阿阳尽量保持镇定。阿阳，小茉莉想说她可以帮忙，但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，所有积蓄都用在了哥哥的治疗上。阿阳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，笑着摇摇头。别想那么多，这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不该让你们担心。你哥哥的情况正在好转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看着阿阳疲惫却依然坚强的样子，小茉莉突然意识到，她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男人。这不再是一场交易，而是真实的情感。但她不敢说出口，因为她知道，一旦哥哥康复，她就要回大陆，这段婚姻也将结束。这个想法让她心如刀绞。晚上，小茉莉辗转难眠。她偷偷起床，看到阿阳卧室的灯还亮着，轻轻推开门，她看到阿阳正在电脑前计算着什么，纸上写满了数字，眉头紧锁。还没睡吗？小茉莉轻声问。阿阳回头看到他，勉强一笑，再处理一些账目，很快就好。小茉莉走近一看，心疼不已。阿阳正在计算如何分期还清所有债务，计划表排到了5年后。阿阳，我可以留在台湾工作吗？小茉莉突然问道。阿阳愣住了。你想留下来？为什么？我想帮你分担一些，而且哥哥的康复还需要一段时间。小茉莉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。阿阳看着她，眼神复杂。茉莉，你不必为我这样做。等莫阳哥康复了，你们就可以回大陆了，这才是最好的安排。可是，小茉莉欲言又止。阿阳突然握住了她的手。茉莉，这几个月来，她深吸一口气，似乎在下定决心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放开了手。很晚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小茉莉回到房间，泪流满面。她知道阿阳也有 feelings， 但两人都不敢越过那条界限，因为这段关系从一开始。第二天早上，小茉莉做了一个决定，她联系了在台湾的一个大陆朋友，询问工作机会。朋友告诉她，台湾有专门针对大陆配偶的就业辅导，她可以考虑申请。真的吗？我可以在台湾合法工作？小茉莉惊喜地问。是啊，虽然刚开始可能工资不高，但总比没有好。而且你外貌背景不错，台湾很多公司需要熟悉大陆市场的人才。朋友鼓励她，小茉莉心里有了主意，但她还没有告诉阿阳和哥哥。她知道哥哥一定会反对，而阿阳，她不确定他会怎么想。1周后，小茉莉发现阿阳在银行账单的事情上对她有所隐瞒。那天她无意中看到一份催收函，上面的金额比阿阳告诉她的多了1倍还多。阿阳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？小茉莉拿着催收函质问道。阿阳惊讶地看着她手中的信件，然后叹了口气，我不想让你担心，但这已经不仅仅是你的事了，我们现在是一家人。小茉莉激动地说，说完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，脸一下子红了。阿阳愣住了，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，但很快又暗淡下来。茉莉，你知道的，我们的家人关系是有期限的。就因为是有期限的，所以你就可以瞒着我吗？小茉莉近乎哽咽。阿阳沉默了许久，我欠的钱太多了，卖掉这套房子也还不完。而且你哥哥的治疗费用我也垫付了不少。什么？小茉莉震惊了。你垫付了哥哥的治疗费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我看到你已经把所有积蓄都用上了，还在担心不够。你为了哥哥付出这么多，我不忍心看你这么辛苦。阿阳的声音很轻，但字字千钧。
小茉莉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阿阳最近总是加班到深夜。原来他在拼命赚钱，为了他哥哥。阿阳，我决定留在台湾工作，小茉莉坚定地说。阿阳惊讶地看着他，你认真的？可是，没有可是，我已经联系好了。我朋友说台湾有专门针对大陆配偶的就业辅导，我可以找到工作。我有外贸经验，应该能帮上忙。阿阳沉默了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茉莉，你确定吗？留在台湾意味着什么？你想清楚了吗？小茉莉深吸一口气，阿阳，这几个月来，我对你……就在这时，小牧羊的房间传来一声巨响，两人赶紧冲过去，发现小牧羊从轮椅上摔了下来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小茉莉惊慌地扶起哥哥。我想试着站起来，小牧羊艰难地说。医生之前说过，小牧羊的神经正在逐渐恢复，但现在尝试站立还为时过早。阿阳二话不说，背起小牧羊就往医院赶。所幸检查结果显示只是轻微扭伤，没有大碍。回家的路上，小牧羊突然说：“妹妹，我看到你和阿阳的关系不一般啊。”小茉莉脸一红：“哥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别装了，我又不是瞎子。”小牧羊轻哼一声：“其实我一直在想，等我好了，你是不是真的要和他离婚？”小茉莉沉默了：“是啊，这才是最现实的问题。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期限，等哥哥康复就结束。可是现在他的心早已不受控制地交给了阿阳。哥，我不知道。”小茉莉低声说。傻妹妹，你喜欢他对不对？小茉莉点点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那他呢？他对你是什么感觉？我不知道，他对我很好，但可能只是因为责任感。小牧羊摇摇头，傻丫头。男人看女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，他看你的眼神和我看你完全不一样。小茉莉惊讶地看着哥哥，真的吗？当然，我一开始还担心他是骗你的，但相处下来发现他是真心实意地关心你。他为了我们付出这么多，哪是为了那30万能解释的？小茉莉沉默了。是啊，阿阳为他们付出的远远超出了当初的约定。妹妹，我只想你幸福。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哥哥都支持你。小牧羊语重心长地说。1周后，银行再次上门催债，而且态度强硬得多。阿阳不得不向银行坦白，他已经没有能力偿还全部债务，请求银行给予更宽松的还款计划。银行代表离开后，阿阳看起来疲惫不堪。他告诉小茉莉，可能真的要卖掉房子了。没关系的，我们可以找个小一点的地方住。小茉莉安慰他。阿阳愣住了，小茉莉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。我的意思是，阿阳走到他面前，认真地看着他。茉莉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如果莫阳哥康复了，你还会回大陆吗？小茉莉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。阿阳，老实说，我不想回去了。我想留在台湾和你在一起。阿阳眼中闪过惊喜，但很快又变得复杂。茉莉，你知道的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甚至负债累累。你留下来只会跟着我吃苦。阿阳，我不在乎这些。这几个月来，我看到的是你的为人，你的品格，你对我和哥哥的关心。那些比什么都重要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小茉莉打断他。阿阳，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。在大陆，如果我告诉别人我是为了哥哥才结婚的，他们可能会嘲笑我傻，或者干脆拒绝。但你不但答应了，还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。你垫付医药费，陪哥哥康复，甚至不惜卖房子还债。这样的人，我怎么能不爱上？阿阳震惊地看着他。茉莉，你说你爱上我了？是的，我爱你。小茉莉坚定地说，而且我知道你也对我有感觉。阿阳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猛地将她拥入怀中。茉莉，我爱你，我爱你已经很久了。从你为了哥哥不顾一切来台湾那一刻起，我就被你的勇气和担当打动了。但我不敢说，因为我知道这段婚姻对你来说只是暂时的。小茉莉紧紧抱住他，不是暂时的。我想和你真正的在一起，不再是假结婚，而是真正的夫妻。就在这时，门突然开了，小牧羊站在门口，扶着墙，颤颤巍巍地站着。哥，你站起来了！小茉莉惊呼。今天医生说我可以尝试站立一小会儿了。
小牧羊看着抱在一起的两人，笑了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阿阳连忙上前扶住小牧羊，牧羊哥，你应该叫我们一声的，万一摔倒了怎么办？叫你们，打扰你们。小牧羊调侃道，我可不忍心。三人相视而笑，一时间所有的困难都似乎不那么重要了。好了，本期故事到这里结束了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